他跑他追，他插翅难飞。北京知青顾青和上海知青于凡相遇在西双版纳农场，纠缠一生的爱情故事拉开了序幕。不像北方人似的随随便便就轻许承诺，直到停车之前，两人都没再讲一句话。王阿姨开心地招待这位从北京来的客人，而于凡连衣服都没换就钻进厨房去做晚饭了。小玲看出父亲不太高兴，便来到低矮的小厨房，试探着问：爸爸，您怎么了？昨晚父亲没回家，说是陪顾叔叔喝酒去了，难道两人闹矛盾了？我没事，这次考试怎么样？还好，我能考上重点中学，您放心吧。小玲对自己很有信心。于凡温和地笑了，女儿还是蛮让他省心的。此时在屋里的顾青正和王阿姨边看电视边聊天，家里已经很久没有来客人了。儿子比较内向，不喜欢和人交往，他觉得这样不好，很希望顾青能多在上海待段时间。因为这个男人出现之后，儿子的脸上又重新浮现了笑容。1小时后，于凡就端着烧好的菜进了屋。你手艺不错嘛。我爸做饭可好吃了，要是开馆子肯定受欢迎啦。他觉得老爹的手艺比附近饭馆的厨师还好呢。当初我们确实想开个小馆子来着，可是附近的房租太高了，弄不起，而且怕没有经验，万一赔了呢。妈，你别说这个。于凡沉下了脸，他很不喜欢母亲在外人面前哭穷。开饭馆赚的是辛苦钱，就您跟于凡盯着会受不了的。您年纪大了，应该待在家里享清福。吃饭吧。王阿姨默不作声地拿起了筷子，她又惹儿子生气了，可她有的时候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。顾青夹了几口菜，边吃边点头。好吃，好吃。原来于凡还有这本事呢，时隔多年他才有幸尝到。他好幸福，有老婆的感觉也不过如此了吧。好吃就多吃点。于凡看到他吃饭的样子，就回想起在农场的时候了。他们经常坐在一个树墩上，捧着铝制饭盒吃饭。他抬眼看看对面的顾青，马上就被这人抓住了视线。顾青早就把刚才的吵架忘得一干二净了。吃完饭随便聊了一会儿，就耗到晚上10点多了。结果王阿姨忽然说道：小顾，我其实蛮想你住下来的，只不过我家的环境你不习惯。顾青一听这话，当然十分高兴。我习惯，很习惯。以前我家住胡同里，比您家还挤呢，我和于凡一起睡就成。上厕所很不方便，你能忍受吗？人家在北京住的是大楼房，有暖气，有浴室，讲究得很，哪像他家又窄又破的。能，明天你到我那儿住，今天我和你洗洗。顾青笑容满面，心里乐开了花。又耗了一会儿，小玲就揉着眼睛爬上阁楼睡觉去了。顾青也和于凡上了2楼。于凡从箱子里拿出一条薄被递给他：咱俩说话小声点，我家隔音不太好。成，今天就砍大山，不干别的。顾青贴着他的耳边说悄悄话：咱俩好多年没挤在一块睡了，最后一次是在景洪，你还记得吗？长途车站边上的小旅馆，我们去过好多次了。除了老友耗子，别的地方都挺好，干净，床不硬，比起宿舍的强多了。他边回想边说，虽然记忆已经模糊了，但当时的感觉依然清晰地印刻在心头。到处都放了老鼠药，可老鼠都不吃，养了猫，老鼠又太大只，猫也不敢靠近。你说那时候生活困难，老鼠没泔水吃，怎么能长那么大？顾青一直琢磨不明白，要是人和老鼠一样的坚挺，非洲就不会有饥民了。老鼠什么都吃，人行吗？人也够可怕的，除了嚼不烂咬不动的都敢吃。我在广州谈生意的时候，他们请我吃什么你猜到吗？刚生出来的小白鼠，当时我他妈差点吐了。那些广州人吃得满嘴流油，好像人间美味似的。现在想起来他还恶心呢。于凡很诧异，连忙转过身问：真的？骗你干嘛？他们还吃穿山甲，反正什么奇怪吃什么。他不能苟同这些奇奇怪怪的饮食方式。我不会吃那些东西的，以前赵晨他们总去后山抓蛇让我吃，我一次都没吃过。想起来他就全身发毛。我也没吃过，那东西怪可怕的，我吃不下去。陈东和赵晨怎么样？你们还有联系吗？那2个北京知青都是开朗健谈的人，成功人士小声答道：陈东在首席造汽车，赵晨现在是中学老师，我们有时候还会去，偶尔在我家里喝酒。他们孩子也不小了吧？他们都上小学呢，你算是咱们这波人里要孩子早的。说到这儿，顾青就有几分郁闷，心里酸溜溜的。
其实我以前总是后悔没去考大学，可是我连高中都没怎么念过，文化课差太多了，所以就放弃了。那时候大学多好考，你不应该放弃。要是你念了大学，肯定会比现在过得好。或许吧，不过谁也预料不到以后会有什么变故，就和下岗似的，我们过去看不懂，现在也搞不明白。没什么不懂的，人要见风使舵，随时观望政策，这样才能在中国混下去。反正这些和我没有什么关系的，我们这种普通人也就是随波逐流罢了。现在有我会支持你的，别担心。顾青的温柔，也许于凡心里也明白，他们之间还有曾经在一起的深厚感情，这些都是于凡宝贵的回忆。但是过去未必都有美好的回忆，还有其他令人憎恶的东西。